你可能在日剧或网络上都看过这个画面，一个人双膝跪地，然后额头就这样紧紧地贴在那个冰冷的地面上。这不只是一句对不起，它根本就是一种仪式。今天啊，我们就是要来解开这些道歉姿态背后的文化密码，特别是从日本那套非常精密的鞠躬系统，一路看到印尼那种充满温情的家庭仪式。这次的任务啊，就是跟你一起看看一个简单的身体动作，它到底怎么承载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从最庄重的忏悔，一路看到最搞笑的网络迷因。好，那我想我们先从一个基本观念开始好了，就是道歉的语言并不是全球通用的。在我们手边的资料中，印尼的例子就非常特别。在一部叫《Sweet Twenty》的电影里，我们看到一种叫 Sungcam。对，森肯的那个画面其实非常动人，通常是晚辈双膝跪下，然后把头轻轻地靠在长辈的膝盖上，有时候还会亲吻长辈的手背。这跟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日本那种充满紧张感的公开谢罪，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到底，这就点出了一件事，很多时候你的身体语言比你说了什么话都还要重要。有研究甚至指出，沟通效果有高达65%以上都是来自非语言的讯息。所以 Sungcam 这个动作，它的核心是在传达什么？感觉不只是我错了这么简单。它的核心是尊敬还有连结。这通常是发生在家庭内部，像是婚礼啊、开斋节啊这种很重要的时刻。晚辈透过这个姿态向长辈请求原谅、请求祝福，然后再次确认彼此在家庭里面的那个伦理关系。它是一种非常私密而且温情的沟通，重点是在维系家庭内部的和谐。哦，这就很有趣了。一个是针对家庭内部的仪式，那日本的道歉文化给人的感觉就非常不一样，好像是做给外部社会看的。你抓到重点了。日本的道歉文化，它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更公开、更精密的所谓社会层级制度。它就像一套有着详细说明的 SOP， 针对不同的犯错情境，它有对应的身体语言。等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是有一本道歉使用手册吗？比如说撞到人要用 A 方案，工作出包要用 B 方案，这样？哈哈哈，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道歉的强度光谱，光谱的其中一端是最轻微的，大概是弯腰45度的位设。在路上不小心碰到人，或跟同事打个招呼、点个头，就属于这一级。好，这个是日常等级。那如果事情严重一点呢？那就要往光谱中间移动。最常见的大概是弯腰45度的普通礼，这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真心表达歉意的时候用的。但如果你的失误造成了重大麻烦，让对方非常火大，那可能就需要用到几乎90度鞠躬的最敬礼。我们常在新闻上看到政府官员或企业高层为重大丑闻公开谢罪的时候，腰几乎弯成对折，就是这个等级。从15度到90度，哇，这背后代表的是一种精确的计算，错误有多严重，腰就弯得多低。但这个光谱应该还有最极端的那一格吧？当然有，光谱的终点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超越鞠躬的最终形态——土下座。双膝跪地，俯首叩头。说到土下座，我脑中立刻浮现日剧半泽直树的画面。那句加倍奉还的最终目的，好像就是要逼死对头型这个大礼。这个动作的分量为什么会这么重啊？因为它的历史源头就跟生死有关。根据资料，它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代，就是平民见到贵族的时候，必须要蹲下或跪下表示臣服。到了武士时代，它的意义变得更极端。一个武士型土下座，几乎就等于在说：我的命就在这里，任凭你斩首也无怨言。这是一种彻底放弃抵抗、完全臣服的表现。哇，这已经不只是道歉了，而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出去。一个动作背后竟然有这么沉重的历史包袱，这感觉不单纯是礼貌问题，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文化驱动。这就连接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概念，也就是人类学家 Ruth Benedict 在《菊与刀》里提出的耻感文化。
这也是理解日本公开谢罪文化的关键钥匙。这个词我听过，但常常跟西方的罪感文化搞混。你可以帮我们拆解一下吗？可以，简单来说，罪感文化，比方说在基督教世界，它的道德标准是内化的。你做错事，就算没有人发现，你内心也会有罪恶感，你会向上帝忏悔。道德的法庭是开在你的心里。但耻感文化就不同了，这样听起来会不会有点投机呀？意思是只要不被别人抓到，就什么事都没有，内心也不会感到不安吗？你问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争议点。从外部来看，确实会觉得这好像不太可靠。但从耻感文化的内部逻辑来看，善恶的判断标准更多是来自外部的眼光。个人的价值是由他所在的群体、社会如何看待他来决定的。所以，只要恶行没有被公开，当事人就不会感受到强烈的耻辱。羞耻感，它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它需要有观众。我好像有点懂了，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的谢罪记者会这么普遍。一旦丑闻曝光，被放在公众的聚光灯下，当事人就会感受到排山倒倒的社会羞耻感。那场记者会就是一场公开的仪式，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修复社会和谐，重新获得群体的接纳。正是如此，而这些记者会的结果也往往像一场高风险的赌博。资料里有2个非常有名的例子，一正一反。成功的案例是1997年的3一证券，当时是日本4大券商之一，因为做假账爆发巨额亏损，被迫自逐歇业。公司倒闭，这绝对是最高等级的危机了。没错，当时的社长哪泽正平，他在记者会上老泪纵横，对着镜头大喊：都是我不好，我们的员工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才，拜托大家给他们机会。他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把所有责任揽下来，然后为员工的未来请命。这场道歉的结果呢？结果出乎意料，他极度真诚的态度感动了整个日本社会。记者会之后，有超过4000家公司向3一证券的员工伸出援手，提供工作机会。一场悲惨的破产记者会，因为一场成功的谢罪，竟然逆转成员的集体重生。这道歉的附加价值也太高了。但失败的例子听起来就会很惨。失败的例子简直是灾难。2007年，高级餐厅船把鸡爪爆发长期的食材造假丑闻，老板娘带着她儿子，也就是社长，一起开记者会。儿子在台上结结巴巴地回答记者提问。这时候，旁边的老板娘忘了麦克风还开着，竟然小声地对儿子下指导棋，说：“你现在就说你脑中一片空白，讲一些不关你事的话。”天哪，这全部都被直播出去了啦！全日本都听到了，这场作弊的道歉当场现形，成为全国的笑柄。原本可能只是商誉受损，最后演变成信任彻底崩盘，餐厅也宣告破产。这2个例子完美展现了耻感文化的双面刃。土下座的本质就在于它必须看起来是极度真诚的。但有趣的是，当这种对极度真诚的追求被推到极致的时候，反而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在网络上爆红的排球选手的例子？他那个道歉诚意满点，但画面实在太超现实了。没错，就是日本排球选手西野有志。在一场明星赛中，他发球力道太猛，不小心打到了场边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下一秒，他做出的反应让所有人下巴都掉下来了。他不是简单的举个手示意，而是从球场的另一端，用一个低姿态的鱼跃，像一枚人肉鱼雷一样，从网子底下高速钻过去，在地上滑行了将近半个球场，最后精准地停在那位女士的脚边，行了一个完美的土下座，额头紧紧贴地。新闻报道甚至说，这已经是光谱最极端的土下寝，五体投地了。那个画面真的太震撼了。一方面，你能感受到他200%的歉意，他用了体能所及最快、最夸张的方式去表达；但另外一方面，整个动作又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喜剧张力。这就是他爆红的原因。那段10几秒的影片，几个小时内就冲破600万次观看。
它完美地结合了日本文化中对谢罪的极致追求，以及现代网络社会对 meme 的渴望。这个滑行土下座既庄重又搞笑，既真诚又荒谬，成了一种全球共通的网络奇观。这种创业也延伸到了网络社群里。我们手边的资料就有一篇部落格，整理了日本网友发想的各种救济土下座的酷搜版本，那个想象力真的没有极限。对，像是跳跃式土下座，先跳到半空中再落地，增加视觉冲击力；还有钻头土下座，用头在地上高速旋转，展现想钻进地洞的决心。甚至还有多人组合技，像是叠成金字塔的金字塔土下座。这些创意把一个原本极度严肃的谢罪行为，彻底变成了一种极限运动或特技表演。这也让我想起一部动画叫《土下座跪求给看》，它根本就是把土下座这个工具的用途发挥到了另一个次元。那部作品可以说是将这个神圣的仪式彻底颠覆为一种喜剧、讽刺，甚至是达成个人目的的手段。主角就是用土下座来拜托女生们答应各种有点色情的请求。所以我们今天看下来，一个简单的道歉姿态，真的像一扇窗，让我们窥探到整个文化的内核。从日本那套15度点头到90度鞠躬的精确光谱，我们理解了道歉背后那种阶级分明、重视社会和谐的压力。我们也把土下座这个最极致的仪式连接到它任你处置的历史根源，以及背后那股强大的耻感文化驱动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印尼赏肯那种决然不同的逻辑。它是私密的、家庭的，更着重于亲情的连结，而不是对公众的交代。更重要的是，我们见证了土下座这个古老的仪式，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从社长的公开谢罪，一路演变成排球选手的爆红 meme， 最后成为动画里的搞笑桥段。这证明了文化是流动的，即使是最传统的符号，也会被新世代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那么，在我们结束之前，想留给你一个最后的思考。我们今天讨论了日本的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那你想想，在你自己的文化环境中，当人们道歉时，背后的驱动力更偏向哪一边？是因为内心的愧疚感，还是因为被发现后害怕别人眼光的社会压力？一个你认为真诚的道歉究竟是什么样子？又有多少成分是为了平息众怒，做给别人看的表演呢？